Hello，我是韩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将为大家介绍一款游戏《Rise of the Third Tower》。或许你们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 RPG Maker 游戏，但体验下来，我可以理解官方宣传中所提及的《Rise of the Third Tower》是写给主机 RPG 辉煌时代的一封情书。我们也能在游戏中体验到西方与日本 RPG 时代元素的融合。市面上有很多复古主题的 RPG 游戏，但我相信它是不容错过的一款游戏。本作为之前曾开发人气 RPG Arafel 的独立开发团队 Stego Soft Games 制作，由 Dangan Entertainment 发行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 Ren 莱恩的世界中，三个伟大国家之间存在着不稳定的势力斗争。在游戏开始之前，那片土地已经经历了一场大战，而如今人们依然在努力恢复之中。虽然大战已落幕，并且三国也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，但一个国家打破了这一协议，试图征服世界。这只是一个简单不带剧透的摘要，然而实际的故事更加令人深刻，背后涉及着隐藏的动机及许多的背叛。若你感兴趣，可深入探索这个世界。游戏开端以两个反派角色罗文和科琳娜开始游戏，他们的任务是试图绑架阿丽尔公主，来防止另一场内战在莱恩的土地上爆发。但当计划出现问题时，玩家将视角转换到阿丽尔公主身上，这一点使玩家更有沉浸感。起初，阿丽尔是一个不情愿的俘虏，但在了解了更多关于事情的起因和利害关系之后，他开始看到了事情的整体局势。很快的，焦点转移到了被绑架的公主和另外三个角色身上。玩家们在游戏中可以操作8位背景、目标、个性都截然不同的角色战斗。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、观点与个性，透过文字描述与人物的例会来了解各个角色心中的情感。叙事在幽默和悲剧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。从罗文的机智俏皮到阿丽尔的迷人娇憨，不会让人感到故事有乏味的地方。体验下来，包含故事主线和丰富的任务剧情，游戏总流程超过了35个小时。游戏的像素艺术表现也是亮点之一，特别是战斗场景中的像素令人惊叹。地图本身也做得相当详尽，同时也表现出了 RPG Maker 作品的特征。对话场景中也有人物例会，虽然我觉得例会的风格我并没有很喜欢，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。或许碍于经费，或者是其他的因素，地图、战斗和例会的风格皆有所不同，或许是分成3个制作单位制作出来的。你们喜欢这款游戏的例会吗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游戏有4种不同的难度提供选择，玩家可以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级别来做游玩。战斗是游戏的核心，这是一款注重战略的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，以16位元像素图形呈现，是对古典日式角色扮演游戏的致敬。游戏慢慢的会收集到8位角色，每个角色都拥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可以安排3位角色上场战斗，结合每个角色的独特能力与劣势，分析敌人的能力，摆设阵型，设置阵型，在战斗中利用各自所长制胜。游戏预敌采明雷的方式，可以透过袭击来采取先发制人的优势。战斗画面上有行动顺序条，使每场战斗都具有些战略性。基于不同的攻击方式、buff、debuff 等等的思维，可以让游戏的战斗变得更加有趣。游戏的一大特色之一便是经验值共通，
不需要繁琐的队伍管理，没有角色会被冷冻的问题。除了饰品，装备是永久性且不需替换的，仅需升级强化，不会发生刚刚购买了城镇内很棒的头盔，结果又在迷宫内找到更好的头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每个角色都有2个武器，武器是可以在战斗外的选单做切换的。记得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调整所持有的武器来应战。只要角色升级，便会获得天赋点数。天赋点数是全队共用的，我们可以用点数来增加各个技能数的展开，可以获得基础能力或者是新的技能。游戏的迷宫也是一大亮点，大部分迷宫建立在解谜之上，我们需要操作开关或拉杆，寻找秘密通道或钥匙。然而解谜的过程中并不会带来挫败感，因为设计得非常巧妙，浅显易懂。击败怪物后，除非请旅行商人复活敌人，或者是在城镇旅店里睡上一晚，不然他们并不会再次出现。因此来回的路线也不会让人感到烦恼。整体来说， Rise of the Third Power 是一款经典的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，尽管在角色定制方面稍有不足，但其深刻的故事情节和精美的画面仍然值得一试。如果你是角色扮演游戏的爱好者，或者是想要体验一款经典的日式角色扮演游戏，我个人会强烈建议你来尝试这款游戏。游戏的平台有 PC、PS、NS、Xbox， 有中国网友制作了 PC 版本的汉化包，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找到获取的方式，但汉化不尽完美，请大家自行斟酌。好啦，我是韩吉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